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罗马天主教上海教区的近70年风风雨雨。天主教会有自己的教区划分，不同于政府的行政省市。这是2024年2月版的罗马里天主教中国教区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有总教区20个，教区93个，另有29个宗座监牧区和1个宗座属理区。天主教上海教区是天主教会在中国上海设置的一个教区。早在民国时期，1933年12月13日，教宗庇护11世将当时的南京代牧区分为了南京和上海2个代牧区。法国人耶稣会会士惠济良在上海担任上海代牧区主教。1946年4月11日，教廷在中国实行圣统制，惠济良成为天主教上海教区首任政权主教。1948年9月10日，惠济良在上海去世，上海教区主教空缺。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6月，龚世荣被宗座任命，但未执行。同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中华大地自新政府执政以来，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政治运动，这也对上海教会造成不同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下各时期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反革命分子荣毅人后来成了国家副主席，右派朱镕基后来成了国家总理，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期间被批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主席也在之前经历3起3落。我们先来了解下上世纪50年代镇压反革命时期上海教会的情况。1949年后，外国传教士陆续被逐出中国大陆，但是仍有不少中国天主教主教、神父希望信徒继续忠于罗马教廷，其中包括于1950年7月15日新就任的上海教区首任中国籍主教龚品梅和一批神父。他们阻止信徒参与批斗等有违天主教教义的政治运动。张伯达神父就是其中一位。张伯达是耶稣会神父，巴黎大学文字学博士，中国天主教4大才子之一，曾任徐汇中学校长、震旦大学文学院院长。新政府邀请张伯达出任主教，被张伯达拒绝。他说：“我宁愿做有教宗的教友，也不愿做没有教宗的主教。”1951年3月，华东召开私立学校教育会议期间，张伯达严厉驳斥推行3字革新运动。8月9日遭逮捕，但因无法公开判刑，只能暗中迫害。张伯达神父是天主教上海教区在1950年代第1位殉教的神职人员。之后，中国政府决心镇压不与其合作的由龚品梅主教领导的上海教区，于1955年9月8日晚采取大规模搜捕行动，共183人逮捕入狱。龚品梅主教和其他神父教友被定为反革命叛国集团，史称98教男或上海教男。1960年3月17日，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案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审。正如圣经伊撒伊亚先知书53章中提到，上主的仆人代劳的羔羊列罪犯之中。其他部分在狱中殉道的耶稣会会士王仁生神父和朱树德神父于1953年被捕，吴应峰神父、沈百顺神父于1955年被捕，他们先后在狱中殉道。其中朱树德神父家中有5兄弟为神职人员，吴应峰神父是圣奥斯丁忏悔录的翻译者。圣经中说，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历史不断前行，中国50年代末期进入了反右运动时期。1955年，在肃清龚品梅集团的斗争中，张家树和上海教区张世郎等75位神父发表告神长教友书，沈宝志神父宣读。
开始独立自主自办教会。1956年，张家树列席全国政协2届2次会议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57年，中国成立爱国会，并开始自选自圣主教。1960年4月，上海教区一批神父教友推举67岁的张家树为上海教区正权主教，未经教廷批准，由沈阳教区主教皮树时主理祝圣。后来，张家树总结这一时期说：“我1960年圣主教后，政府只叫我做2件事：写材料、交代自己，揭发他人。”上海教区出现分裂，出现了受爱国会控制教区的官方教会和不愿接受政府领导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忠贞教会，或称地下教会。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蒯大富率领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南下，以破四旧为名，毁坏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批斗神父和修女，并强迫他们侮辱圣像和十字架。张家树对着圣像祈祷，长跪不起。此后，张家树被下放劳动、修伞、洗玻璃瓶。钱弥格神父是前上海圣伯多禄堂本堂教难时被捕。对于这段时期，他说：“这是天主考验我们信德的年代，是天主赐恩宠的年代，是天主赐恩中国教会的年代。我为此更要深深地感谢天主。”忠贞教会在从未有福音到达的改造地先传播了福音，真是天意。刑期终有到期日。文革后80年代初，改革开放前，部分被囚的主教、神父、教友期满回家。政府推进落实干部政策。1982年，金鲁贤神父获释，随即参加了爱国会，后受张家树邀请，担任新成立的上海佘山修院院长。1984年1月27日，在徐家汇大教堂，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上海官方主教张家树为金鲁贤祝圣助理主教，未获宗座批准。参加祝圣典礼的还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中国第1位自选自圣的汉口教区董光清主教、南京教区钱惠民主教等。1988年，张家树去世，金鲁贤成为上海教区官方主教。1985年2月27日，天主教秦州教区辅理主教陆振生主教在甘肃甘谷县王弥路主教家中秘密祝圣范仲良为天主教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同年7月3日，龚品梅主教在被关押30年后假释，但仍被软禁在徐家汇的主教府内。1988年5月11日，保外就医到美国。1991年6月28日，受到教宗接见。2000年3月12日，龚品梅在美国去世，范仲良遂自动成为上海教区正权主教，不过未获中国政府的官方认可。这样，上海教区形成官方认可主教金鲁贤和忠贞教会主教范仲良2位主教并立的情况。2004年，金鲁贤最终获教廷认可为上海教区范仲良的助理主教。上海教会2条线平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2005年6月28日，金鲁贤祝圣邢文之为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称，邢文之由前教宗若望保禄2世临终前任命，是教廷和政府都承认的主教。2006年，邢文之拒绝参加由2国会安排不被教廷认可的安徽主教刘新红的祝圣典礼。8大期间，邢文之抵制自选自圣的口号，不穿主教服饰、迟到等也都引起官方不满。邢主教目前仍在软禁中。2012年7月7日，马达钦获金鲁贤祝圣为上海辅理主教。因马达钦声明退出爱国会，从那天起，马主教一直被软禁。2013年4月27日14时46分，金鲁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名誉主席，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和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名誉主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于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7岁。官媒报道。2014年3月16日，被软禁中的范仲良主教、耶稣会会士、罗马教廷委任的都主教、天主教上海教区正权主教、天主教中国大陆主教长、主教团首席主教、主席，在上海市徐汇区凌云新村的出租房内逝世，享年96岁。3月22日，在殡仪馆，耶稣会士朱玉德神父主持了圣祭礼仪和告别礼，60余位司铎共祭。挽联是软禁中的马达钦主教所写，因政府不准写主教，所以改为私墓。当时在殡仪馆大厅及广场上，大约有5000多名上海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神长教友，全国各地各教区团体敬献花篮，还有领事馆成员参加。在讲道后，宣读了梵蒂冈及各教区团体和个人代表发来的吊唁信。上海教区官方教会正权主教和忠贞教会正权主教相继去世，另2名主教被软禁。过渡期出现教区5人管理小组。2015年6月，上海教区、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在市社会主义学院举行了第1期天主教上海教区教职人员培训班。吴建林神父是上海教区管理小组的召集人，2018年入选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沈宝志神父是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秘书长，同修女结婚，淮海路分房。直到2023年4月4日，上海新任主教沈彬单方面任命，挑战中梵协议，这给上海的神父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同年7月15日，教宗方济各任命沈彬为中国大陆上海教区主教，并将他从江苏海门教区调离。就这样，上海教会自1949年后出现的2条线又归向合一。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近10年。2014年开始，全国多地出现教堂及十字架被强拆的情况。但是十字架永远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对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马窦福音16章。最后，让我们思考圣经里的一句话：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